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面具人前几天好像被某个小博主给讽刺了一下，说判断得准就判断得准嘛，何必那么狂妄呢？对不对？嫌面具人我说话的方式太狂妄了。老实说呢，面具人我这个人就是狂，做人狂一点没什么坏处就怕你太中庸，不敢展露自己的能力，不敢去争取机会就像中国传统的那种什么中庸文化一样不崭头露脚，畏畏缩缩的，那你一辈子都别想出人头地当然了，我也想考虑一下某位博主的观点来，具体是哪位博主讽刺面具人我来，我今天用稍微谦虚一点的、理中客一点、正经一点的腔调我学一下他的腔调来做今天的这期节目懂的人都懂，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好，来讲正题这2天市场行情不简单比特币呢已经站稳了2万以上，长达5天之久了。以太坊貌似也牢牢地扎稳了1000以上的位置。市面上的贪婪恐慌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从链上数据来看，小于1个比特币的买入量，也就是散户们的交易和买入开始频繁了起来。但是大金鱼出现了一些震荡减持的行为。从消息面上来看呢，美联储那边也有了一些情况，包括美国的通胀很多观众现在比较迷茫觉得这一次是假突破还是真的牛归来那面具人我也综合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顺便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分析一下庄家机构们的操作心理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你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能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比特币的筹码情况这一轮的大跌，3万左右的抄底亏损的筹码是非常多的，但是这部分的筹码的流动性已经开始减弱了。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代表了这些抄底的人该抛售的也差不多都已经抛了，剩下的基本都选择躺平了，信仰死拿，除非有更大的利空，否则他们也就死扛到底了，等待下一轮的牛市了。目前2万美金的筹码的分布开始增多了，这证明了散户们现在的抄底情绪还不错，而早期的比特币持有者的筹码出现了比较大的减持，这意味着真正的大机构和早期的投资人开始因为一些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没信心，而导致了他们产生了减持的行为。当然了，你也可以认为以上的部分操作是交易所和机构的换手行为。所以呢，纯粹的数据流技术指标是无法让你判断出深层的东西的，因为任何事物的数据都是最表象的，你看到的只是能看到的，不让你看到的你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技术指标只能做非常有限的参考作用，更多的是我们要判断大环境和交易心理。好，我们来说一下大环境目前市面上开始出现了一些诡异的消息大家来看这张图 ，Forex Live 预计美联储可能在2023年的年中将降息提上议程。尽管美联储目前信心满满，但不得不将衰退的情景纳入考量。这意味着政策的制定者将面临强烈的信号，要求他们改变行动，并且可能在2023年的年中将降息提上日程，以防止衰退的风险上升。那各位观众，这些话的暗示意味就很明确了
无非就是要表达美联储不准备加息了，甚至会降息，释放流动性。所以现在要抄底儿的，赶紧，马上牛就要来了。OK， 我们来看一下释放出这个消息的 Forex Live 是什么东西啊？各位观众，面具人，我用这种比较假正经的腔调，你们喜欢不？我给你们个选择啊，你们是选择让我用这种继续保持原有的比较狂傲的腔调，喜欢的请打1，还是让我保持这种假正经的腔调，请打2。选择狂妄的还是理中客的？狂妄的就选1，理中客的就选2。来留言告诉我，大家打1还是打2？我看一下啊，好。我还是保持我本来的腔调吧。反正面具人，我觉得吧，做个人自媒体，想啥就说啥啊。我们做人啊，最好要真实一点啊。你平常是个啥样子，你展现给大家，你就不要怕嘛，对吧？你就是个啥样子，除非呢，你平常生活当中做人比较不堪，怕别人看出来你的真实的那种秉性，是吧？啊。那面具人，我就是这种腔调，我就是狂啊，我就是不喜欢啊。我们理中客一点啊，我们正经一点的说话，让你们听我的声音像一个斯文人。当然了，你们不要光听我的声音这么的斯文，但我割起韭菜来可一点儿也不斯文。各个交易所的推荐码我都有，舔起交易所老板的屁眼来，我可是专业的。假正经谁不会嘛？财经博主里面，政治博主里面啊，你看那些人一个个的都人五人六的，西装革履的，私底下呢到底是个什么鸡巴肮脏的玩意儿，真的是你看不到的。做人呀，真一点儿，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说正题啊。Forex Live 的翻译呢？你们刚听到了 Forex Live，Forex Live。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翻译过来就是外汇直播或者是外汇媒体的意思。我这么一说，你们就应该能明白了吧？这是一家专业的金融机构啊，他刚才释放的这些消息，无非就是唱多嘛，对吧？然后呢，他又是一个专业的金融外汇机构。来，大家看这些图啊，你们看他最近发的消息。市场感觉美联储不那么鹰派了，标普500的收高导致了之前的大跌被抵消了，美联储不会让经济衰退了，油价又降低了。来，大家看一看这个机构最近发的广告啊，最近一直都是在唱多，是不是啊？当然了，除了这个什么 Forex Live， 还有什么币安呀、金色财经呀，一堆堆的各种机构网站都在唱多。还要释放一些假消息，说美联储可能不加息了，甚至减息。还有消息说以太坊可能会提前合并。这个消息一出来，尤其是美欧那边特别看好以太坊合并的那些玩家他们就开始觉得以太坊好，可以买了。所以呢，各种的利多的消息面，再加上资金的操作，就维持了目前你们看到的这种横盘略涨的盘面。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也只是短暂的挣扎。这就是为何我上期节目会说，不排除交割之后机构们团结一致逆势拉盘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一味的看空，还要留一个 B 计划，万一人家机构给你来一个反的玩法，给你拉一下，你是不是就受不了了？所以呢，永远都要保留一个备选方案我们来看最近又说什么不加息了，甚至要减息降息各种的利好消息都出来了。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种造势也是他们在加息前能做的最后且最合理的举动。说简单点，就是尽量多弄点钱嘛。72。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消息为啥要让你知道呢？他们为啥要花那么多的版面和媒体去传播这种消息呢？为啥？还是面具人我的那句话，打广告是要有成本的。这些消息为啥要让你们看到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吗？大家注意啊，7月6号是加息的纪要日，目前认为75个基点是基本共识。但是美国的 CPI 如果还是比较高的话，下个月的加息加100个点也是可能的。不过也有专家说了，这次再加100个点，美国就扛不住了，加75个点都扛不住了啊！现在加息已经加到顶了，加到头了，应该否极泰来了，加完息了就该减息了。所以呢，接下来9月、10月都不会加息了，甚至有可能降息的消息被炒作起来了。反正面具人我是不能穿越时空的啊，咱们只能活在当下，说当下。反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1-2个月就能大幅的扭转经济环境的啊。所以呢，各位你们就可以思量一下，这些专家说的什么啊？接下来美联储害怕了，不可能加息了。当然了，怎么说都是他们有道理，黑的、白的、圆的、扁的啊，反正张嘴就来嘛，是不是啊？加息他们也有说给你加息的道理，减息他们也能说出来减息的道理，怎么说都是他们对。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论现在市面上的资金就这么的多啊，而且呢还在持续的紧缩，各个国家也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所以呢，各位你们没有必要顶风作案。稍微有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或者是政策的打击，都会击穿这些机构们的共同努力营造的繁荣假象。至少呢还有9月、10月，没有过今年10月，你们就不要非常的乐观，基本面就在这儿了，不是机构们这些释放的所谓的利多假消息能左右得了的。能让你看到的消息，就是故意让你看到的。不想让你看到的消息，你是绝对看不到的，你只能凭经验和心理去分析，明白了吧？各位，你们不要被整个这种假繁荣景象去左右，明白了没？现在的操作还是抓一抓跌破位，做做短线，赚上几个点就跑就足够了啊！你们不信面具人我的话啊，我这个操作思路好不好？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这几天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走势，你们仔细看，来看图，以太坊跟比特币只要过了跌破位必上涨，是不是啊？2万1破了啊，又涨回了2万1多，800破了涨900，涨1000啊，1100破了又涨回了1100多，甚至1200多。各位面具人，我教你们的这个方法实用不实用？你想玩这种节奏，赚几个点就跑，完全是没问题的啊！拿到利润就跑，适应这种节奏，时间也证明了我教你们的这个操作思路很实用，是不是啊？我并不是马后炮啊，这个玩法这几天的老观众，包括这几个月的老观众啊，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啊！我一直在提倡这种操作手法，是不是啊？就这样玩就行了，不要贪。现在依然没有看到你们做长线投资的机会啊！你不要总觉得啊，现在是价值投资的时候，现在是定投的时候。来，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有很多人也觉得啊，比特币是可以定投了，是可以做价值投资的。结果5万跌到4万，4万的时候，有些人说可以定投了啊，好。4万开始跌到3万，3万的时候，很多人又觉得啊，现在做个长线绝对没问题。好，长线做下来，2个月过去了，通货膨胀又多了，你的资金又缩水了。然而呢，你的币还是一直跌，越跌你越亏，是不是？还不算其他的外部因素啊，不算你拿这些钱，比如说买个房子收个租金，或者是做一些稳妥理财，还能拿点利息。那是不是要这样算的话，你更亏？各位，最近没有啥好的投资机会，近期的操作还是以投机娱乐为主，谨慎操作啊。如果说碰到好的机会，可以投一些有概念、有潜力、有产业的好项目啊，尤其是那种还没有上市的或者是一级市场的这种项目，你投进去，等它一旦到了2级市场，立刻一抛，你的利润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必须得项目靠谱，或者是真正做事儿的项目，那不能说那种跑路盘嘛，一级市场的跑路盘也太多了啊。这个就是需要你能了解内幕，或者是你的眼光和经验判断力足够好
啊。当然了，面具人我能了解很多内幕，很多项目方，哎，我要啥资料，我要什么实话，他们都必须给我说，因为他们如果说想找我推广的话，就必须得一五一十的招来。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好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激情满满的多听一些专家的好话吧。祝你好运，再见。